陈平安走出藕花福地后，将要带着裴钱返回宝瓶州。裴钱手无缚鸡之力，陈平安如今也才武到第5境，于是陈平安便决定从藕花福地4位高手的画卷中选出一个帮手，这样既能为前行之路增加保障，以后回到离珠洞天也能帮自己护着家业。当然，陈平安也想将他们全部换出，可奈何他身上最上等的谷雨钱根本没多少，加上东海老道人没告诉他每幅画卷所需要的谷雨钱数量，所以陈平安只能先从中选一个来试试水。可这样一来，从4幅画卷中选谁就成了问题了。陈平安只好用排除法来抉择。他首先收起的就是女子剑仙随右边的画卷，毕竟让宁瑶知道他花了很多谷雨钱从画中请出来一个大美女跟在身边，那到时候肯定逃不了被宁瑶给打一顿的后果。接着陈平安又收起了魔道教主卢白象的画卷，卢白象作为藕花福地魔道魁首，陈平安就怕花了大代价请出来一位六亲不认的狠角色，所以也就给排除掉了。最后就只剩下五疯子朱脸和开国皇帝魏显，这2位陈平安其实更偏向于魏显，因为陈平安在古牛山差点就被丁英给打死了。陈平安知道丁英头戴的莲花官员主人就是朱脸，所以朱脸让陈平安心里有点犯怵，但陈平安对于这2幅画卷还是难以抉择，于是拿不定主意的陈平安便询问了一直在一旁观看的莲花小人。莲花小人最后指向了魏显那幅画像，所以陈平安就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魏显。接着他果断地取出了1枚谷雨钱放入了画卷之中，可画卷中的人物毫无苏醒的迹象。陈平安打定主意只会拿出10颗谷雨钱丢入其中，如果到时候还是没有明确迹象，就当打了水漂。选定完毕后，天色已经微亮，陈平安收好画卷后就去叫醒了裴钱继续赶路。出发前，陈平安让裴钱把房间收拾好，裴钱却是不解，明明给了钱，为啥还要收拾？可在陈平安的命令下，裴钱只得收拾好房间后才出发。2人一路前行，陈平安正式开始教裴钱宝瓶州的雅言官话，以及东宝平州和大黎王朝一些大概的风土人情，再就是拿出一本儒家典籍教他识字，刚好读书认字的同时是以雅言官话诉说，这教导也算是一举3得。只是裴钱学得不太上心，教了很长时间，他才渐渐认识了100余个字，并且裴钱不喜欢读书，一路他时常偷懒。当他们行走了一段时间后，一路雨水多了起来，因为天气转凉又经常下雨，陈平安还是给裴钱买了一套厚实的衣裳和新靴子。裴钱换上后高兴了好几天，只是陈平安和裴钱都没有同叶州的户籍和通关文牒，所以他们只能跋山涉水的走小路，山路难行。纵然是穿新衣的裴钱也不由得一天到晚黑着脸，因此每次被陈平安要求以树枝在地上练习写字，他都故意写得如蚯蚓爬动，让他写100个字就绝不多写1个字。在这期间，陈平安又喂养了魏县画卷3颗谷雨钱，画卷依旧不见动静，陈平安无奈只得继续慢慢投放。魏县将会何时登场？陈平安和裴钱一路又能否顺畅呢？陈平安刚开始到底有多讨厌裴钱呢？陈平安带着裴钱在同叶州寻找仙家渡口前往宝瓶州，由于陈平安和裴钱2人都没有同叶州户籍和通关文牒，所以他们2人只能走山野小路，因此久走山路的2人有一天夜晚碰巧遇见了山神娶亲的怪事。陈平安不愿横生枝节，就假装什么都没看见，裴钱却是直勾勾地盯着那支迎亲队伍。按道理来说，身为凡夫俗子的裴钱本瞧不见这一幕，可他眼含日月，能看见鬼魅精怪就再正常不过了。因为裴钱明目张胆地看向了娶亲队伍，犯了忌讳，所以他们就被这伙山神娶亲队伍给盯上了。裴钱被吓得脸色惨白，陈平安虽不知道裴钱如何能够看见他们，但他还是赶紧抱拳道歉，这才免去了一场大战。而对于裴钱差点闯下的这场祸事，陈平安并没有责怪裴钱，毕竟裴钱不是修行中人，不谙修行规矩情有可原，这是他陈平安教导无方，怪不到他头上。但是如果陈平安早早说了道理，他还是这般莽撞就两说了。于是在娶亲队伍离开后，陈平安帮着裴钱安稳神魂后，立即开始教导裴钱，让他以后再遇上这样的事情一定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然很容易被对方视为挑衅。裴钱也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怪事，被吓得心有余悸的他只能拼命点头。可等裴钱从惊吓中回过神后，他却询问陈平安是不是打不过他们才道歉的。陈平安听到后哭笑不得，他向裴钱解释道，既然是我们有错在先，道歉跟我打不打得过他们又有什么关系？结果裴钱却说要是打得过就不用跟人低头道歉了，并且他们还应该主动给咱们让出道路。对于裴钱的话语，陈平安有些郁闷，这一路他已经教给了裴钱许多道理，可他如今还是这般没心没肺，秉性难移。裴钱对这个给予他恶意的世界，他报复以自己最大的恶意。他被懒不知上进，喜欢撒谎，为了活下去，他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而且对于如何活下去这个难题，他选了一条看似最轻松，其实长远来看并不轻松的捷径。他内心深处对于一切美好的事物充满了敌意，只要是他得不到的就宁肯毁掉。同时他还擅长察言观色，敏锐感知别人的善恶，但是这份难得的天赋却被他用来欺负弱小，谄媚强大之人。所以很少讨厌一个人的陈平安是真的讨厌裴钱。如果当初不是东海老道人将裴钱硬塞给他，陈平安绝不会让他跟在自己的身边。但如今已成定局，纵然是讨厌陈平安，也只能忍耐教导他明事理，之后一夜无事。而陈平安2人不知道的是，山神的迎亲队伍回归后将会有一场大战爆发。
因为掌管此地的2位神祇有山水之争，此方山神便借着这场婚礼引来了竞争对手水神入局，两方势力彻底撕开脸面，大打出手。一场山神娶亲的盛宴也成了血色婚礼。于是第二天，当陈平安和裴钱赶路的时候，山林中战场一直有雷声崩裂和巨大的厮杀声传来。裴钱听到这些声音，吓得腿软走不了路。于是陈平安就拿出了3张符箓，一张贴在了裴钱的脑袋上，2张放在了裴钱的手中，并且他还告诉裴钱，这几张符箓都是神仙之物，寻常妖媚鬼怪见到后自然会退避。可裴钱听了后仍是有些不放心，依旧腿软不能前行。陈平安见此就说出了这些符箓很值钱，任何一张随随便便就能在南苑国京城买栋大宅。如果裴钱能够自己走路，他可以考虑送给他1张。裴钱一听这话，瞬间不害怕了，嗖的一下就跑了出去，直到他精疲力尽后才停止下来。已经1步也走不了的裴钱想着陈平安是不是会抛下他不管，于是他站在原地开始伤心大哭。陈平安看透了裴钱的心思，他当即蹲下身背起了裴钱，并且他还轻声说道，说只要他裴钱不做坏事，他就不会不管他。裴钱使劲点头，立即说他从今儿起就要当个大好人。陈平安趁着裴钱卸下心防，便询问他，为什么你觉得我很有钱就一定要给你银子呢？如果你很有钱，然后有一天我没有了钱，你会随随便便送给我银子吗？裴钱默不作声，只是他心中却是想着，我要真有钱，不用银子砸死你就算好的了，砸死后我还要把一颗颗大银锭全部给捡回来带回家。但是想着想着，裴钱又想到了陈平安哪来这么多讨厌的道理，难道真是书上给读出来的？可裴钱就觉得书上的每个字都挺讨厌的。接着2人前行时还碰见了一位从战场逃跑的妖物，结果被陈平安给一剑斩灭了。之后2人又走出了数十里，彻底离开了危险区域。陈平安就收回了裴钱手中的2张符箓。裴钱有些不高兴，心里还暗骂陈平安。陈平安如今可是能看透人心，所以他当即出手惩罚了裴钱。之后裴钱接连3番几次的暗骂也都被陈平安给发现了。一路上裴钱挨了不少的惩罚。后来裴钱为了让自己不在肚子里骂陈平安，他便找了一个能够管住自己念头的法子，那就是在心中碎碎念叨着那些书籍上的内容。这对裴钱来说真是凄凄惨惨，但为了不挨惩罚，他不得不这么做。而陈平安对于裴钱这个如何教都不知感恩的小家伙也很是头疼。陈平安能否成功教导裴钱向善？藕花福地的曹青朗在陈平安走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剑来中都有哪些厉害的养剑壶呢？陈平安因为是被东海老道人临时给扔出藕花福地的，所以陈平安根本没来得及与曹青朗告别。好在曹青朗在陈平安的相伴下已经走出了失去亲人的阴影，如今就算陈平安离去，曹青朗也能积极向上的活下去。而且在陈平安离去后，藕花福地内既是武道宗师也是文圣人的重丘找到了曹青朗，他要代替陈平安继续教导曹青朗读书与成长。有了这位国师的教导，想来曹青朗今后前途无量。另一边前行中的陈平安和裴钱路过了一座小城镇，2人便在镇上的客栈中住了下来。久走山路的裴钱已经很久没有睡过床铺了，他开心的在床上不停的打滚，但是接着他猛然间发现窗口那边有一只白猫在盯着他。玩心大起的裴钱就拿了一根棍子假装要捶打白猫，结果白猫竟口吐人言，骂裴钱是疯丫头。骂完后纵身一跃就离开了，这可把裴钱吓得不轻，他立马就跑到了陈平安的房间，说出了这件事。陈平安安抚裴钱后告诉他不要害怕，市井坊间有很多精魅鬼怪并不稀奇，他们大多数都不会惊扰世人，甚至一些大户人家还会豢养许多有意思的精魅，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说等他走过了更多的山山水水，就会见怪不怪了。并且陈平安还说出了他们这一路其实碰见了很多变成人形的妖怪，只是他都没有告诉裴钱而已。裴钱听着心惊胆战，而就在这时，吓裴钱的那只白猫和一个背着巨大金黄葫芦的小道童来到了陈平安面前。这小道童乃是东海老道人的徒弟，此次他前来的目的是为了给师傅传话给陈平安。小道童身上携带的养剑壶大有来头，所以他在见到陈平安腰间品质一般的养剑壶后很是不屑，于是他当着陈平安的面就炫耀了起来，说出了自己养剑壶的来历。世间有7只养剑葫芦最为珍贵，因为它们乃是道祖亲手栽种的一根葫芦藤上结成。7只养剑壶养出来的飞剑也有着独特的属性，它们分别是数量最多、成型最快、最坚不可摧、最锋芒无匹、最养主人体魄。飞剑最小，真正杀人于无形。正阳山苏驾手中的紫金葫芦和如今落入李宝平手中的白色剑壶都是7只养剑壶之一。小道童手中的养剑壶同样也是。他在介绍时唯独没有说出自己养剑壶的特点，小道童只是叫陈平安来猜。陈平安当然不知道，他也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小道童觉得无趣，便直接对陈平安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之前东海老道人自作主张帮陈平安挑选了5人，以及匆忙将陈平安赶出了藕花福地。老道人事后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于是他便派徒弟前来提醒陈平安一些事情作为补偿。在藕花福地内，东海老道人曾送给了陈平安一把油纸伞。老道人的徒弟告诉陈平安，带着这把油纸伞可以遮蔽气机，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而其实这把油纸伞是东海老道人对陈平安的算计，陈平安今后将会因为这把伞差点丢掉性命。除此外，小道童还告诉陈平安，魏县的那幅画卷只需要放入11颗古雨钱便可将他唤醒。这个设定着实非常坑，毕竟陈平安如今已经放入了10颗古雨钱入内，他已经放弃了继续投喂的打算。可现在小道童却告诉他，只需要放入最后1颗便可成功将他唤出。陈平安离完成就只差一步，这绝非偶然。在说完了这2件事后，小道童也就要离开了。不过在离开前，陈平安向他询问出了离他们最近仙家渡口的位置。陈平安总算不用盲目的寻找了。而在小道童走后，陈平安果断地拿出了1颗古雨钱投入了魏县的画卷之中。至此，魏县成功从画卷走出，来到了浩然天下。陈平安和赔钱的2人组也就变成了3人前行。一路上，魏县极少说话，赔钱却是继续作妖，不愿走路。他撒泼打滚，向陈平安要来了一张符箓，贴在了脑袋上，才快步如飞。陈平安说过，他手中的1张符箓就可以在京城买一栋大宅子了。赔钱就觉得自己脑门上贴着1张符箓，就是贴着一座大宅子，走路怎么也不会感觉到累，因为贴着它走路就像是在自家大宅子里散步。魏县虽然不愿说话，但他看着赔钱愿意贴着符箓赶路，只觉得赔钱脑子有毛病。3人小队伍没有停歇，就这么一路前行，直到有一天他们碰见了一伙姓姚的边军被人劫杀。不愿惹事的陈平安知道对方姓姚后，没有犹豫，立即就出手救下了这伙边军，因为他曾经答应过齐先生御姚而停。当初齐敬春带着陈平安在小镇向老槐树求祖荫槐叶时，最后只有姚姓的先祖赠给了陈平安一片槐叶，所以齐敬春要陈平安回报这仅有的一份恩情。那么陈平安救下这伙边军后又会发生什么事呢？陈平安当初在小镇曾获得了一片姚姓先祖赠送的老槐树叶，在刘宪阳被搬山员打成重伤后，陈平安就是用的这片槐叶将刘宪阳从鬼门关给拉了回来，所以这份恩情陈平安必须要报答。齐敬春也说过让陈平安以后遇姚则停，于是当陈平安在同叶州碰见一伙姓姚的边军被劫杀时，陈平安果断出手打跑了刺客，救下了这群人。这大权王朝的姚家边军一直都是一支忠义之师，他们远离庙堂纷争，谁当了皇帝就听命于谁，不掺和任何风波。可如今庙堂有3位出类拔萃的皇子争宠，纵然是远在南方边境的姚家铁骑都没办法置身事外，有人极力的想把他们也卷入了这场纷争之中，所以姚家才有了这一场围杀之举。陈平安救下他们后，便询问了其中领头将军祖上与保平州北边大黎王朝的姚氏有没有关系，结果老将军根本就不知道大黎王朝的存在，不过他却是说出了他大权姚氏先祖的确来自保平州，但是具体是出自何处，他的先祖对此讳莫如深。当初先祖命人撰写家谱，只提到了龙窑和老槐树出身，以及一些家乡的风土人情，而且明言不许后世子孙去保平州寻祖访宗。老将军说的龙窑和老槐树不就是离珠洞天的特色吗？陈平安机缘巧合，竟还真给遇见了小镇走出来的姚姓族人，看来姚姓先祖送给陈平安老槐叶还真给送对了。询问过后，老将军与陈平安道完谢，也就带着人离开了。而在他们离去后，一路上难得开口说话的魏县却是一口气询问了陈平安3个问题：公子是想做那道德圣人求3不朽，或是想谋取大事争王争霸，亦或者是独善其身正道长生？陈平安对这3个问题的回答都不是魏县所要的答案，于是魏县再次陷入了沉默。一行3人就这么走到了一处客栈，陈平安本想着进入客栈歇息片刻后继续出发，可没想到自称海量的魏县在客栈中给喝醉了过去。陈平安无奈只得暂时住下。在安顿好魏县后，陈平安发现客栈来了一位衣衫不整的青衫男子，男子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而先前陈平安救姚家边军时就曾察觉到了一股暴力气息，只是这股气息骤然出现后又骤然消失了，是被一股浩然正气给强行镇压了，所以当时围杀的刺客才会仓皇退去。而其实这股浩然正气正是青衫男子所造就的。青衫男子本名钟馗，他乃是同叶州大福书院史上最年轻的君子，此时他只是伪装成了一名落魄的读书人，每日都会来这座客栈里喝酒。先前就是他帮陈平安解决了隐藏在暗处的刺客高手，陈平安和钟馗就这么第一次见面了。当陈平安看到钟馗时，便察觉到了他隐藏的气势，不明所以的陈平安就担忧他就是那位隐藏在暗处的刺客高手。如今魏县已经喝醉，于是陈平安就拿出了猪脸的画卷，准备将他请出有备无患。陈平安虽然猜错了敌人，但是他请出猪脸却是个正确的选择，因为即将客栈将会有一场大战爆发，藕花福地的4人组也将全部会从画卷走出参与这场大战。陈平安在同叶州偶遇了大福书院的君子钟馗，钟馗自出生起对于鬼神便有着天然的压制，无论鬼怪修为是如何的逆天，见他钟馗就只能干一件事，那就是磕头。所以关于钟馗便有了句谶语：钟某人下山前，世间万鬼无忌。而钟馗此次下山是受书院之命前来监管一只狐妖，为此钟馗隐藏身份，修为伪装成了一位落魄书生。他每天都会去一座客栈买醉，可陈平安在客栈见到钟馗，却是看出了他的不凡。刚经历大战的陈平安一时间也拿捏不住钟馗是好是坏，于是为了安危着想，陈平安果断地拿出了五疯子猪脸的画卷。陈平安顾不得心疼，足足用了15枚古雨钱才将猪脸从画卷中请了出来。
猪脸出现时是一副身形佝偻老人的模样，但其实不然，他的真实颜值和阿鱼几乎不分上下。因为猪脸人如其名，猪眼脸藏，猪脸甚至有可能是剑来中当之无愧的颜值天花板。如今他以这副模样现身，也只不过是戴了面皮伪装而成，只因为他不想因自己的容貌而带来额外的麻烦，并且在才情方面，猪脸也几乎远超其他3人。在藕花福地中，猪脸学文得探花郎，习武为藕花福地当世第1人，上服过庙堂屹立不倒，下游江湖拓宽了武道，最后天下10人之选，猪脸更是以一己之力战杀9人，破烂壮阔的人生注定了猪脸的不平凡，而猪脸也将是藕花福地4人组中和陈平安走得最为亲近之人。猪脸现身后，直接对陈平安坦白了自己的武道境界，说出了他目前是纯粹武夫第6境，并且他还坦言愿意为陈平安效忠卖命30年，只不过在30年之后，希望陈平安能还他自由之身。可惜的是，陈平安并不知道如何才能恢复他们的自由。见此，猪脸也不再继续追问。而就在这时，陈平安所住的客栈又迎来了一位漂亮的姚姓女子。女子名叫姚领之，乃是之前陈平安所救姚姓老将军的孙女。通过女子和客栈老板娘的谈话，两人竟是母女。不过从话语中可以得知，两人的关系似乎不太好。如今大权王朝3位皇子争夺皇位，朝堂暗流涌动，其中自然就有人盯上了姚家边军这股强悍之势。忠义满门的姚家被迫入局，因此遭到竞争对手的清算。此前姚老将军为此就受到了刺客围杀，所以姚领之便是受爷爷的委托来告诉老板娘，让他尽快撤离客栈。可老板娘不肯撤离，很快针对他们的一场危机就到来了。大权王朝当红权贵申国公的独子带着一大帮高手来到了客栈。这位小国公仗着客栈外面的皇子和身边一位堪比地仙的老宦官撑腰，行事张扬跋扈。他进入客栈后看中了姚领之母女，便要强取豪夺，并且3言2语间就给客栈强行安插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接着便要强行掳人。陈平安自然不会眼睁睁看着姚家之人遭此劫难，可对方人多势众，陈平安如今就算有魏县和猪脸相助，仍是不足以应对。于是为了增加胜算，陈平安就准备用身上仅剩余的3枚古语钱来赌一把，看能不能再将画卷中的人物给再换出一位来。结果没想到3枚古语钱竟将剩余的2位人物全给换了出来。魔教祖师卢白象仅用了2枚，女子剑仙随右便竟只用了1枚。看来东海老道人将陈平安的家底给算得明明白白的。至此，藕花福地4人组全部从画卷走出来，到了浩然天下。而将他们换出后，陈平安还赠予了他们各自拿手的武器。而面对众多高手和一位接近地仙的炼器师，陈平安加上藕花福地的4人仍是难以应对。那么这一次危机之局，陈平安又将如何化解呢？陈平安第一次想要放弃赔钱是因为什么原因？陈平安在同叶州遇姚家母女被高粱子弟欺辱，由于对方人多势众，且还有一位堪比地仙的高手，于是陈平安果断地将藕花福地画卷4人全部换出。做完准备后，陈平安仗义出手，转瞬就擒下了那位不可一世的小国公爷。可谁知这位嚣张跋扈子弟，就算被陈平安拿捏在手中，仍是死不悔改，口出狂言，咄咄逼人。对于这种心肠恶毒之人，陈平安也懒得废话，直接出拳将其打死。此举一出，震惊在场众人，唯有同样身在客栈的钟馗以星湖传音给陈平安，他让陈平安只管杀，他管埋。而在惹事的小国公死后，在客栈外的幕后主使三皇子随即现身。三皇子本是想小国公闹事来打压姚家边军，可现在他这位好友却因此丢掉了性命，三皇子自然不会放过陈平安一行人，于是双方直接厮杀在一起。陈平安与那位堪比金丹地仙的宦官打斗在一起，藕花福地4人组则纷纷出手清理周围的其他高手。在陈平安与宦官一番险象环生的交手后，宦官眼看不敌，便决定不再隐藏身份。他本是修成人形的一头大妖，所以他就准备换出真身，到时纵然是法宝众多的陈平安也必然难以对抗。可没想到，就在这时，一直在旁观战的钟馗悄无声息之间，便出手捏碎了宦官的血色妖丹，结束了这场大战。反观陈平安一身是血，受伤极重，就连防御法袍经理也损坏严重，失去了功效。不得不说，钟馗的出手很是及时。在做完这一切后，钟馗就询问陈平安，为了姚家差点死在这里，值不值得？陈平安只是说不是为了姚家，而是为了心中坚守的道理。接着钟馗还透露给了陈平安一个真相，钟馗说姚家遭此大祸，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红颜祸水，因为姚家有一位倾国倾城的女子，这么一位美人，自然有很多人想方设法的想得到她。对于美人，陈平安可不感兴趣，毕竟他心中只有宁瑶一个女孩的位置。可陈平安不知道的是，这位美人将会爱上他。在安顿好陈平安后，钟馗直接阴神阳神出窍，因为这边大战动静引得另外的一位皇子前来。钟馗阴神出窍后，找到了已经退出客栈外的三皇子，阴神直接一巴掌将这位殿下打得在空中翻滚了好几圈，而阳神则是找到了另外一个正要前往客栈的皇子，阴神也是不讲道理，一脚就将他踹翻在地。毕竟他们才是这些事情幕后主使。将两位皇子教训了一顿后，钟馗以大福书院君子之名阻止了他们继续找陈平安的麻烦，这件事也由此结束。钟馗果真没有食言，
由陈平安出手，他来收尾。而在钟馗阴神阳神出窍神游的期间，方圆千里之内，只要是阴物鬼魅，哪怕是那些淫词神奇，皆不由自主地匍匐在地，战战兢兢。世间万鬼见他钟馗，便要磕头。钟馗之名当之无愧。此后几日，身受重伤的陈平安闭关疗伤，钟馗依旧在客栈买醉。没有陈平安管制的裴钱，则是跟客栈老板娘借了些铜钱，独自离开客栈，去往附近镇上快活去了。裴钱在小镇再次展现了他的本性。等陈平安恢复伤势出关时，客栈来了一大帮人要找裴钱的麻烦。陈平安便询问了裴钱其中事情的缘由，可裴钱却对陈平安撒谎说他是因为去帮陈平安买药疗伤，被当地人给欺负了。陈平安当然知道裴钱说的不是真话，于是，在裴钱解释完后，陈平安又给了裴钱一次机会，让他重新讲一遍真话，不然他就将裴钱给留在这间客栈。裴钱听了后依旧不愿讲出实话，失望至极的陈平安只得去询问客栈老板娘。原来裴钱去往附近的小镇后做了很多坏事，他去了后不仅坑蒙拐骗，而且他还自称是客栈老板娘的亲戚，靠这个关系请了当地的地痞把人给打了，并且他还无法无天在当地扮鬼吓人，把当地闹得那是鸡犬不宁。陈平安听的也是一阵头大，他先是麻烦掌柜帮他化解了来找事的人，然后他便要去找裴钱说理。可是钟馗却率先找到了陈平安，两人聊天中，当钟馗得知陈平安是来自宝平州时，他不由得眼睛一亮，原来这位来自亚圣一脉的高徒竟对齐先生仰慕不已。陈平安也因此对钟馗好感倍增，两人把酒言欢，聊得很是愉快。在喝完酒后，陈平安找到了裴钱，面对不知悔改的裴钱，陈平安打定主意留笔钱将裴钱留在客栈。于是裴钱很生气地告诉陈平安，他说他知道陈平安一直就只喜欢那个叫曹晴朗的小书呆子，还一直在担心他，如果可以选择的话，陈平安一定不会要他，只会把曹晴朗带在身边，还说曹晴朗犯了错，陈平安就不会这样做，只会好好跟他讲道理，还会跟他说以后不要做像他裴钱这样的人。最后还说陈平安一天到晚就想要撇开他。裴钱说完后直接摔门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陈平安这一次是真的要将裴钱给抛下，那么让陈平安重新带上裴钱的转机又会是什么呢？裴钱闯了祸却死不悔改，生气的陈平安就决定把他给留在大权王朝的客栈。裴钱和陈平安就这么陷入了冷战。之后姚家老将军来到了客栈，非要报答陈平安2次对姚家的相救。陈平安也不客气，他在客栈的出手已经彻底得罪了大权王朝几位皇子，而他此行前往的仙家渡口所在地又在大权王朝的北境，所以陈平安就请老将军想办法让他们一行5人北上的时候能够避开大权的耳目，以此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老将军也是爽快答应了，并且姚老将军还说出了一个好消息，说是姚家目前所遇的祸事暂时得以解决，皇帝已经下定决心将他们姚氏甩出3位皇子夺嫡的漩涡。为此，皇帝给姚老将军在京城安排了一个兵部尚书的职位，赏了姚老将军一个明哲保身、颐养天年的不错结局。所以正好他们姚家也要准备北上前往京城，姚老将军就把陈平安几人安排进了他们的队伍，能够护着姚氏去往京城。陈平安也更加的安心。而姚家这一次进京的队伍中，便有钟馗所说的那位天姿国色的女子名叫姚静之。此次姚家祸事归根结底便是因她而起。其实姚静之不仅美若天仙，而且更重要的是她还有帝王命。在姚老将军离开后，陈平安便在客栈默默等待着出发的时间。期间，陈平安时常和愈发熟络的钟馗一起喝酒。陈平安就发现钟馗每天在客栈买醉，只是为了多看客栈老板娘，这令陈平安很是不解。钟馗怎么说也是堂堂书院的君子，却心心念念地爱慕着一位凡俗兼俊俏寡妇。陈平安只觉得钟馗是怪人一个，而其实这客栈的老板九娘就是钟馗下山所要看管的九尾狐妖，只是钟馗没有将这些事告诉陈平安而已。也是在这期间，偶花福地画卷走出的女子剑仙随右便也找过陈平安。东海老道人让他给陈平安带来了一些关于长生桥修复后必要的事宜。长生桥重建之后，如果想要跻身上5境，就需要炼化5件法宝，分别对应5行之属，补足5行，炼化之物品相越高，修道成就自然越高。比如陈平安手中的那颗金色文胆就是5行之精，更重要的是里面还蕴含儒家文气，如若炼化就是极好的本命之物。在随右便走后，这天夜里，陈平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有人挡在陈平安身前，双臂一段鲜血淋漓，这人弓着腰背对着陈平安，他一嘴咬住刀柄，是一种令人无法想象的横刀式。当陈平安清醒过来睁开眼睛后，无论他如何使劲去记忆那个梦境，却只记得那个模模糊糊的背影。这场梦境也是未来将要发生的一幕。对于这个挡在陈平安身前的人，大家知道他是谁吗？同样是在这天夜里，由于陈平安打定主意要将裴钱给留在客栈，所以裴钱拉着钟馗在客栈外给陈平安堆了个衣冠冢，然后他还咬牙切齿地说，陈平安在他心里已经死了，所以从今以后每年的今天，他都要来这里祭拜一下。不过在裴钱离去后，他又偷偷摸摸返回，把衣冠冢给毁掉了。第二天，姚老将军到来，陈平安5人也将一起随行。裴钱却是早早地收拾好了行李，并且他厚着脸皮跑去敲开陈平安的房门，询问什么时候出发。裴钱也是认定了跟着陈平安才能真正的衣食无忧，所以他就装傻充愣，硬是不接陈平安把他留下的话茬。
只可惜就算如此，陈平安依旧不愿带着赔钱离开。好在最后有钟馗帮着赔钱求情，陈平安这才改变主意，带着赔钱一起上路。临行前，陈平安还向钟馗这位书院君子讨要了一副对联，好将来回到家乡贴在门上。钟馗应邀用陈平安拿出的小雪锥写了3幅春联相赠。写完之后，钟馗还向陈平安讨要了这只小雪锥，只可惜这支笔乃是李希圣所赠，意义非凡，所以陈平安只能婉言拒绝。钟馗对此也没有强求，虽有遗憾，却也无伤大雅。收好东西后，双方告别。陈平安一行6人正式踏上新的路程，而不久后，同叶州将爆发一场妖族引起的大战，陈平安也将再次碰见钟馗，到时候又会发生怎样的趣事呢？陈平安刚学会神魂出游，就再次碰见了钟馗。由于陈平安得罪了大权王朝的几位皇子，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陈平安就带着赔钱还有画卷4人和前往京城的姚家人一同上路。在队伍中，陈平安结识了姚家的一众同辈杰出人物，其中自然也包括那位有帝王命数的美丽女子姚敬之。只是这一路相处过后，这世上便要多出一位单相思的漂亮女子。而每当队伍停歇时，从藕花福地走出的卢白象就喜欢找人切磋棋艺，可队伍中没有一个人能真正与他较量。作为藕花福地魔道开山鼻祖的卢白象，不仅在武学上一骑绝尘，他的棋艺在那座天下亦是无敌。而卢白象来到浩然天下后，也自然了解到了白帝城主在彩云间和崔禅的那一场巅峰棋局对决，所以卢白象对这2人很是崇拜。陈平安在见识到了卢白象的棋艺后，就说他有个学生下棋也很厉害，等以后见了面，或许2人可以切磋。对于陈平安的话语，卢白象也没有太过较真，毕竟陈平安无论是武道修为还是年纪都不算高，所以卢白象不认为陈平安弟子有很高超的棋艺。可卢白象哪知道陈平安的弟子崔东山就是他崇拜的人物之一呢？之后一行众人来到了大泉版图的埋河附近休息，眼含日月的裴钱在河中看见了一座金色长桥，陈平安在河边也有所动，半梦半醒之间，陈平安竟阴神出窍，踏水而行。借着这个机会，陈平安便以阴神出游去往那埋河水神祠。陈平安这一路听说了很多关于此地女水神的传奇事迹，所以陈平安就准备去一睹埋河水神风采。可谁知陈平安竟在水神庙周围遇到了钟馗。当时钟馗正蹲在江面上，拎着一把水鬼的头发与他好似在拉。钟馗看见陈平安阴神的时候，也是一脸错愕，以至于他将心中的疑问脱口而出：陈平安，你不是纯粹武夫吗？怎么还能做到阴神夜游？你还能不能讲一点道理？陈平安见钟馗的姿势，哭笑不得，当即反问。原来钟馗正在抓河中的一位女水鬼。在见到陈平安后，钟馗也不再继续和女鬼拉扯，他放走女鬼后告诉他，要是有一天不想做水鬼了，就来找他钟馗可以帮他解脱。至于能不能投胎，他不敢保证，但最少能帮他摆脱河妖的束缚，不用再帮他作恶害人。接着钟馗带着陈平安的阴神遁入河中，霎时陈平安只见河中万鬼蛰伏，并且他们全都围绕在河妖身旁。钟馗告诉陈平安，这些鬼物和河妖都是被他陈平安的阴神所吸引过来的，他们都想吞下陈平安增长修为，只是此处临近水神庙，才导致他们一时间不敢有所动作。陈平安就有些疑惑了，因为他听说了掌管此处的水神脾气很是正直，可为什么如今埋河还有这么多妖物鬼神的存在？钟馗只是说埋河水神毕竟修为有限，他这100年中多次与河中的大妖生死厮杀，都落得两败俱伤，最后谁也奈何不了谁。再加上那妖物和大权朝廷高层也有关系，所以便有了如今的光景。之后钟馗出手赶走了这些妖物鬼魅，然后钟馗还告诉了陈平安他之所以来此处的缘由。原来这埋河水神的碧幽府本要破格升为碧幽宫，有府升宫本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可谁知那碧幽府的水神娘娘竟是昔年文圣的小迷妹，她要求升宫后在宫中供奉文圣的书籍，否则她宁愿舍弃升宫这桩大妓院，就算最后落得生死道消也绝不妥协。可这位水神娘娘的要求如今还真没办法满足，因为文圣自3次之争落败后，文圣的金身就被移出文庙被掳，如今文圣也已经被文庙给除名，再加上掌管此处的儒家书院又是文圣一脉的死对头亚圣一脉，所以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水神府邸供奉文圣的书籍，这件事也就陷入了僵局。而此事涉及一国山水气运，又不能放任不管，钟馗正是为了解决此事才来到这埋河的。说着，钟馗便要拉着陈平安一同去拜访碧幽府。不等陈平安答应，附近的水神庙那边却是又发生了事端。原来是之前被钟馗放走的女水鬼被祝庙修士给擒住了。祝庙修士正要将她就地解决时，女水鬼怯生生开口求饶，说她来此是为了寻找一位读书人。那位读书人说过，他可以帮她挣脱河妖的束缚，不用继续为虎作伥。祝庙修士根本不听解释，出手便要将她打得魂飞魄散。好在被闻声赶来的钟馗给拦下了。钟馗解释后，修士仍是不信，还反手诬陷钟馗与河妖串通一气。那女水鬼见他给钟馗惹了麻烦，心生愧疚。钟馗见水鬼在大难临头之际，竟还有一份为他人担忧的善良之心，于是钟馗直接出手打飞了那位修士，然后便笑着对水鬼点头道：“就冲你这份善心，便是先生责骂我，也要为你破例一回。”
最少在我钟馗身前善有善报，不分人鬼神怪。接着钟馗向水鬼要来了籍贯、姓名和生辰八字，然后钟馗气势浑然一变，只见他对着天地朗声道：“我大福书院君子钟馗在此昭告风毒，此女子去往移民，万鬼不可侵，阎罗不可辱，种种业障一笔勾销，由我钟馗来受之，放其转世得大福报。”话语刚落，陈平安只见在场除了他和钟馗与女鬼外，其他人皆都陷入了静止。光阴长河出现了短暂的停顿。与此同时，只见那埋河百丈上空乌云密布，一位丰都冥府走出的官差抱拳道：“谨遵法旨。”女鬼随之被冥府使节带走。只是临走前，那冥府使节有意无意瞥了眼陈平安。钟馗也同样震撼，陈平安竟不受光阴长河的压制。毕竟只有走过光阴长河和修为通天之人才不会被压制。但钟馗并没有对陈平安寻根问底，而由于此处引起的动静太大，以至于把身在碧幽府的水神给引来了。接下来，陈平安见到这位文胜的铁杆粉丝水神后，又会发生什么样的趣事呢？当陈平安碰见文胜的小迷妹后，又会发生什么趣事呢？由于钟馗送女鬼妹去转世轮回的声势过于浩大，以至于把当地的水神娘娘给引来了。在了解了整个事件的原委后，水神娘娘便带着钟馗和陈平安回到了他居住的碧幽府。入府后，钟馗就开始对水神好言相劝，让他不要对文胜的书籍过于固执，毕竟现在文胜学问已被各大书院禁绝，若是他执意一意孤行，必定会自废前程。钟馗苦口婆心相劝了很久，女子水神依旧不愿改变初衷，并且他还让钟馗转告书院，希望书院不要因为此事而迁怒他所在的大权王朝，造成的一切后果皆由他自己承担。钟馗对此有些无奈，同时他还有些纳闷，为什么这位水神娘娘就非要讨要文胜的书籍呢？难不成他还与那位圣人认识？女子水神却是使劲摇头，说她早年看过文胜的书籍，觉得老秀才的文章字字珠玑，写的道理很大。女水神甚至还把文胜比肩至圣先师。钟馗一听，直接送给了他一个白眼。看来这位水神娘娘已经对文胜痴迷至极。钟馗知道自己无论如何相劝对方也不会改变，这件事便也只有由着女水神的意愿去了。只是今后这水神只怕再也没办法获得书院的封持了。钟馗对这位水神的坚持也是有敬佩之意，不再相劝的钟馗便和水神把酒言欢。而在一旁的陈平安内心则是翻江倒海，因为陈平安游历浩然天下至今，从外人口中提起齐先生和文胜老秀才也仅仅只有3次，分别是保平州采衣国的城隍审问、藕花福地东海老道人提起的文胜，顺序只说，最后就是眼前这位水神娘娘了。所以陈平安对于这位水神的决定既震惊不解，又由衷高兴，就好像世间人海茫茫，终于遇到了一个同道中人。而就在此时，正在喝酒的钟馗突然悚然坐正身体，还立刻施法散去了浑身的酒气。那位水神娘娘则砰然一声，脑袋磕在桌上，脑袋一歪，沉沉睡去。察觉到异变的陈平安随即转过头望去，只见一个中等身高、身穿如山的男子凭空出现。钟馗见到了男子之后，立马对着他作揖行礼。来者正是钟馗的先生大福书院的现任山主。这位山主出现后，直接对弟子钟馗表明了来意。伏击宗有一位妖族蛰伏的大妖因暴露了身份，伏击宗因此山门被他毁去小半，宗内的2位玉仆竟也一死一伤。大妖身受重伤，试图往西海逃遁，好在被最早赶去的太平山宗主拦下。但是太平山镇压在井底数千年的那些妖魔，竟然刚好在这个时候逃逸出大半。如今整个桐叶州中部已经动荡不已。说明来意后，山主便让钟馗暂时先放下看管狐妖的事情，天亮之前就动身赶往太平山，到时候让他与所有书院弟子都要听从太平山道士的差遣。而他这位山主则是要动身前去围剿那头大妖。钟馗点头，欲言又止，他也想跟随先生一同前去，可围剿那头大妖只有上5境修士才有资格，钟馗便不再强求。山主师父临走前还告诉钟馗，让他遇事切记不要太逞强，这场祸是谁都有生死道消的可能，便是他自己也不例外。道明事情后，山主随即离去。桐叶州一时竟变得如此风云诡谲，钟馗知道自己这趟之行必定凶险万分，而他遇事也肯定会站在第一线，所以为了万无一失，钟馗有些难为情的再次开口向陈平安相借那一只小雪锥。小雪锥本就是一件品阶极高的法宝，加上钟馗用着很是投缘，如若有了这件法宝，他钟馗遇事便多了一份底气。钟馗本以为这一次陈平安依旧不会相借，却没想到陈平安直接爽快答应，因为小雪锥在陈平安真身的养剑湖内。于是2人叫醒了水神娘娘，让水神以神通将陈平安真身给接来了这碧幽府。不过在接的时候，却是意外把一直在陈平安身旁的裴钱也带来了。随即陈平安因神归窍，取出了小雪锥交给了钟馗。钟馗接过小雪锥后，便询问陈平安该如何归还，毕竟这场祸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到时就怕陈平安已经离开了桐叶州。陈平安对此就让钟馗事后把东西寄往保平州的大黎王朝龙泉郡落魄山。仰慕齐敬春的钟馗自然对齐先生所在的黎珠洞天很是了解，所以他立马就询问陈平安是不是真的认识齐先生。水神娘娘也借此询问陈平安见没见过齐先生的先生文胜。陈平安不愿直说，他只说他在小镇和齐先生碰过面，但2人并不认识。陈平安有所保留，钟馗就不再刨根问底了。
但水神娘娘却是在一直问个不停，问陈平安在宝平州还有没有见过一个叫崔禅的家伙吗？一个身为大弟子却欺师灭祖的王八蛋，还有那个剑术通神的剑仙，名字特别霸气，就叫左右。据说他的剑术举世无敌，还有毛晓东之流，这些人物陈平安当然全都见过了。可为了不必要的麻烦，陈平安只能摇头。水神眼见陈平安一个都不认识，他立马生气地拍着桌子对陈平安说道：“他要是在离珠洞天土生土长，离开家乡第一等大事就是去寻访文圣老爷。若是闯不进那学宫功德林，那就退而求其次，好歹要去骂过崔禅，见识过左右的剑术，还有与毛晓东下过棋。”对于这位水神娘娘的脾气，陈平安只能无奈地附和。而接下来钟馗即将离开，陈平安还会再赠送一份至宝给钟馗，一份连钟馗先生都为之侧目的宝物。当陈平安在钟馗面前拿出李希圣所赠的青色符纸后，钟馗有多震惊呢？桐叶州突然冒出来一位仙人境大妖作乱，并且接连太平山镇压妖魔的牢狱也被打开了，桐叶州一时间动荡不已。大福书院的钟馗受师命便要前往太平山镇压妖魔，因为陈平安借给钟馗小雪锥的这份恩情，钟馗在要离开前便拿出了3张极其昂贵的金色符纸给陈平安画符箓防身，如果陈平安在路上碰见了出逃的妖魔，就多了一份底牌。钟馗在符箓一道上的造诣也极高，他所画的3张符箓便是遇上元婴修士，只要运用得当也可将其重伤。画完后，钟馗就打趣说着这3张符箓就当是他借小雪锥的利息了。可陈平安见识到了钟馗的符箓造诣后，他就准备还让钟馗帮着他再画3张符箓备用。于是陈平安自己又拿出了3张符纸，分别是2张金色和1张青色符纸，这可直接把识货的钟馗给惊呆了。钟馗在画完符箓后告诉陈平安，这青色符纸可是圣人书写自家根本学问的手稿纸张，极为珍贵，便是他的先生随身珍藏的也仅仅只有3张而已。到如今他先生仅剩的1张也成为了他的心肝宝贝，可见青色符纸的珍贵程度之高。但钟馗刚介绍完，陈平安竟又拿出了1张青色符纸要送给他钟馗，钟馗直接被陈平安的家底给惊得呆若木鸡。如此珍贵的符纸，陈平安随随便便就拿出了2张。钟馗本不愿意接受这份宝贵的礼物，奈何架不住陈平安的硬塞。赠完礼物后，陈平安做出了最后的赠言：“祝你太平山之行斩妖除魔，马到成功。”钟馗快意离去后，水神娘娘一口咬定陈平安见过文圣，并且还不是那种擦肩而过萍水相逢。陈平安依旧没有说出实情，水神娘娘便开始炸陈平安，说钟馗认不得陈平安身份，看不出陈平安的学问脉络，那是因为他不属于文圣老爷这一文脉。但是他作为文圣的铁杆粉丝，他可是看过文圣的所有著作，还一字不差翻阅了无数遍。当年文圣参加的2次三教争辩是何等苍天在上，他更是一清二楚，还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什么书浩然之气便有不同。而他身为水神，望气之术是他的专长，所以水神就假装说他已经看出来了陈平安是来自文圣一脉的。这位水神娘娘对于文圣一脉的喜爱，自然让陈平安非常高兴。见水神如此坚持，明知对方是诈他的陈平安，最终还是说出了他确实认识文圣。知道真相后，这下可把女水神高兴坏了。作为文圣一脉的忠实粉丝，水神娘娘为了和文圣搭上关系，就想到了一个绝佳点子。她想着把陈平安给灌醉之后，跟他拜个把子当兄弟啥的，如此一来，自己岂不就算跟文圣老爷扯上丁点关系了？水神想着这么一个完美计划，就这么傻乎乎的乐呵了起来。一旁的陈平安看着水神娘娘的表情，也是大概猜到了她心中的想法，这不禁让陈平安有些后悔说出自己认识文圣。而在2人喝酒的时候，被意外卷来在一旁游玩的裴钱闻着酒香有些嘴馋。裴钱看着这座水府的各种精美，他就想起了以前在藕花福地中说书先生讲的那些志怪故事。说书先生总是讲什么水底龙宫和神仙府邸里的酒和桃子吃了后能增长寿命，于是裴钱便跑过去想要讨一杯酒喝，然后裴钱就被陈平安给瞪了一眼，没敢继续要酒喝。水神娘娘见裴钱有些可爱，她便要送一坛酒给裴钱，而裴钱竟先装模作样先感谢了水神娘娘，然后才婉拒了这份好意。裴钱说他如今年纪还小，喝不得酒，否则会耽误他读书识字的，等他下次路过这里再来讨要这杯酒喝。裴钱对水神的好意主动表示感谢，看来待在陈平安身边的他的确正在慢慢改变着。水神听着裴钱的这一番言语，却是对他更加的喜欢了，于是他便动用神通仔细地打量了一番裴钱，结果他发现裴钱的武道天赋出奇的高，水神便忍不住和陈平安说要留下他将倾力培养裴钱成为他的接班人。裴钱听到这话立马变得慌张了起来，他很怕陈平安会借此把他撇在这里，所以裴钱当即对着水神大怒，不许胡说八道，我还要去宝平州龙泉郡帮忙给我家老宅子贴春联呢。当然陈平安也拒绝了水神的提议，毕竟教导裴钱之事不能半途而废。陈平安只觉得不把他带在身边实在是不放心，倘若是将他留在这埋和任其水神娘娘培养，以后不管他的成就有多高，都不用奢望他赔钱会对水神娘娘感恩，说不定哪天2人起了冲突，赔钱还会一巴掌将水神这位恩师给拍死，事后他还会觉得理所当然。有人惹恼了他的本事又比惹他的人大，那么赔钱肯定会出手打杀此人，他可不会留着一个碍眼的人。
这也是陈平安发现裴前武道天赋高后没有教导裴前习武的根本原因。文圣的顺序学说到底讲了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埋河水神娘娘本想留下裴前培养成为她的接班人，可是被陈平安给拒绝了。水神娘娘只得再次把话题转向了文圣。既然陈平安见过文圣，水神娘娘就询问陈平安，文圣是不是一个令人高山仰止、出口成章，一字一句都会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听了他那些深入浅出的大道至理，还会忍不住对他只管砰砰磕头的想法之人呢？这位水神娘娘毕竟只读过文圣的书籍，没见过其人，所以在水神娘娘心中，文圣近乎是一个完美之人。听了水神的这一番话语，对文圣比较了解的陈平安差点没当场一口酒水给喷出来。要知道，文圣给人的第一印象都是爱耍无赖、喜欢护短的邋遢老酒鬼，这和水神娘娘心目中的形象可是有着天壤之别。可这些实话，陈平安还是没忍心说出来，万一水神娘娘知道真相后，一个不小心到心崩碎了可不好。所以为了不破坏文圣在水神娘娘心中伟岸的形象，陈平安就只挑选了一些文圣的优点说了说。水神娘娘也是越听越高兴，两人就这么把酒言欢的畅聊着，直至最后两人都有了一些醉意，碎碎念叨到最后的水神娘娘掰着手指头，说着一句句文圣老秀才的书中经典。她埋怨这么好的道理世人都不愿意学，是不是文圣老爷的学问太高了，世人根本摸不着？最后他双手挠头茫然不已，而喝醉了的陈平安则是眼神清明，并且他对于水神娘娘最后这个问题表示了反对。文圣老先生的学问怎么就太高了？陈平安觉得文圣阐述那顺序二字就是大学问，真学问，而且是人人可学。你说不管用，其实管用的很。不服气的陈平安还真就要认真与水神讲一讲文圣的学问。于是陈平安一五一十将当初老秀才和他坐而论道讲的顺序学问的内容仔仔细细全给讲了一遍。第一篇分先后，世间事皆有脉络来龙去脉，不可跳过任何一个环节，只拣选自己想要的来讲道理，不然世间万事永远说不清对错，不然就成了只有立场而无对错。第二篇审大小，对错有大小之分，便需要将法家之善法和术家之术算这两把尺子借来一用。第三篇定善恶，以礼仪规矩作为根本准绳，结合各地乡土风俗人情以及人心道德，定人是非和功过，扪心自问善与恶。第四篇知行合一，错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内容陈平安足足讲了几个时辰。本喝醉的水神娘娘早已站起身，恭敬肃立，微微弓着身子，如学生聆听夫子教诲，铭刻在心，不敢错过一字一句。一旁的裴前则是好像听进去了，又好像心不在焉。而在陈平安讲述的期间，必由府邸那块匾额上的三个金字光彩夺目，金光流溢，府内众水鬼惊骇且惊喜地发现，整座府邸处处是淡淡金色的光线在如水流淌。必由府外的埋河之中，许多戾气难消的冤死水鬼也不由自主地从阴沉河底游往河面，然后沐浴在月色下，纷纷消散，如获解脱。埋河畔的水神祠庙内，那尊水神娘娘的金身神像形象蓦然拔地而起，高达10数丈，俯瞰人间。那尊泥塑金身也变得愈发名副其实，威严之外神气凛然，甚至就连埋河深处那头时常与水神作对的第八境巅峰河妖，也被不知由来的浩然正气震慑地逃离了埋河。而当陈平安讲述完毕后，已经天亮。本就对文圣学问痴迷的水神，在这份学问熏陶下，竟直接入了金丹境。水神不曾想自己还有这份鸿福齐天。叶文大道召结金丹，凝结金丹的水神娘娘对陈平安鞠躬道礼，同时她已然明白了陈平安就是文圣的嫡传弟子。于是已是满脸泪水的水神娘娘对陈平安喜极而泣道：既然小夫子是文圣老爷的嫡传弟子，为何骗我？而陈平安却是早已经仰头睡了过去。陈平安文圣一脉嫡传弟子身份被水神娘娘揭穿，因为陈平安对水神娘娘阐述了文圣一脉的至高学问，引得天地异象。水神娘娘至此勘破大道，一步迈入金丹境。而在陈平安讲述完学问后，他直接醉倒大睡了过去。听完道理的裴前却有一件事情想不明白，为何天大地大对谁都讲理和气的陈平安，独独对他那么不好，对他脾气最恶劣。可就算如此，裴前还是会觉得待在陈平安的身边，哪怕挨骂挨打也觉得没什么委屈，并且还会心安理得的觉得陈平安要他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裴前可以什么都不用多想，当然裴前还是会觉得很烦躁很麻烦，只是这些情绪比起当年他一个人在南苑国京城像个小小的孤魂野鬼，年复一年飘来荡去，总觉得哪天冻死了饿死了就拉倒要好太多了。这也是裴前之所以死皮赖脸跟在陈平安身边的原因所在。在陈平安睡醒之后，水神娘娘赠给了陈平安一份仙家的炼化口诀，表以感谢。接着陈平安就要带着裴前返回姚家的队伍。临走之时，水神娘娘破天荒露出哀求神色，向陈平安讨要一本文圣的著作书籍。可陈平安手里只有一本文圣赠送的书籍，里面记载的并不是文圣的学问。这本书如今给了裴前用来习字读书，虽说不是文圣的文学书籍，但水神娘娘见这本书籍是文圣亲自送的，所以水神娘娘自然不肯放过这本学问。于是陈平安只得向裴前讨要书籍，裴前却不肯拿出。为此水神娘娘就说要用重宝来交换，裴前依旧不肯拿出。最后陈平安揉了揉裴前的小脑袋，将此事作罢。然后陈平安和裴前离去。没有得到书籍的水神娘娘并没有失落，
反而是开怀大笑，因为陈平安本就打算赠送，可接着水神娘娘还说要拿重宝来换取，若是其他人肯定不会在乎身边一个小女孩的意愿，会直接强行让小女孩交出书籍用来交换。可作为文圣嫡传弟子的陈平安没有这么做，所以水神娘娘很是开心。果然闻道有先后，昨夜陈平安才和他坐而论道，今天陈平安的作为起而行之，是为知行合一，就是对他最大的教导。而陈平安回到队伍后，他拜托姚老将军找来了一副水神娘娘府邸所在的地图，然后陈平安动用齐先生赠送的水之印，将水神娘娘的府邸和水神庙所在的位置重重的给盖了2下。于是水神娘娘再次得到了一份大机缘，她的修为更是从金丹提升到了半步元婴的境界。埋河水神知道这是陈平安在背后帮他，所以他特地给陈平安送来了碧幽府压箱底的宝物，还说他恨不得以身相许来报答陈平安的大恩大德。而这些话自然也被裴乾给听到了。陈平安很怕这些话被裴乾一个不小心给传了出去，要给传到了宁瑶的耳中，那宁瑶指不定将他给打个半死。于是在水神娘娘离去后，陈平安严肃地告诉裴乾，让他以后如果见着了一个姓名的姑娘，绝不能将今天的事情给说出去，不然他可就要不客气了。裴乾表示他懂了，现在他读过了书，如今铁骨铮铮，就算打死他也不会将这件事给说出去。陈平安这才暗暗放心下来，看来陈平安很是怕他这位未来的老婆呀。之后陈平安一行人继续赶路，裴乾再次展露出惊人的学习天赋，陈平安给了他第2本儒家典籍，这一次已经能识字的裴乾，只用了1炷香的功夫，直接就能将整本书倒背如流了。为此他还向陈平安炫耀，结果裴乾直接就被陈平安给教训了一顿，看书不认真。的确裴乾只读其书不知其意，然后郁闷的裴乾便拿着一根棍子开始狂魔乱舞。裴乾还给这套棍法取了个疯魔棍法的名字，等以后裴乾还会正式开始修炼疯魔剑法，以求扬名江湖。与此同时的另一边，离开陈平安的钟馗在太平山却是遇到了他最大的一场危机，因为钟馗面对的是一位11境剑修大妖，那么钟馗最后的命运又将如何呢？钟馗被12境剑修大妖击杀，太平山仙人镜祖师爷舍弃1大境界相救。钟馗离开陈平安去往太平山后，他就一直遵循自己先生的训诫，和太平山的道人一起行走4方降妖伏魔，阻止这场祸事的扩散。太平山周边每当哪里有妖魔的出现，必定就会有他钟馗的身影，所以此次斩妖除魔，钟馗出力和杀敌几乎最多，因此钟馗渐渐获得了太平山所有修士的认可。而由于此次妖族在同叶州布局甚广，在太平山周边的妖魔被清除干净后，其他各地潜伏的妖魔便不断的浮出水面，大肆的祸乱一方，并且这波妖魔大多都是8、9境，极难围剿。太平山对此不敢掉以轻心，无论是本门道士还是驰援太平山的同道中人，几乎倾巢出动。加上太平山掌门前去追击那头祸乱伏击宗的12境大妖，祖师爷也去接那位进入藕花福地历练的天才后辈黄庭去了，所以唯有君子钟馗被委以重任，被留在太平山看管镇守妖魔的警域。如此一来，太平山最强战力就只剩下钟馗了。可谁也不曾想，此次妖族布局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斩杀钟馗和黄庭。钟馗在修炼方面天赋极高，以至于他早早的就被认定为将会成为儒家学宫里的一位大祭酒，到时候他对妖族来说是不小的威胁。而更为重要的是，钟馗自出生起便对世间的鬼怪有着天然的压制。钟馗一出万鬼下跪，妖族恰巧就有很多修鬼道的大妖，所以钟馗对他们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存在。如果任由钟馗慢慢发展，以钟馗的成就，今后就算是数个12境的大妖也不是他的对手，所以他们必须要除掉钟馗。而太平山的天才剑修黄庭同样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黄庭也必须死。妖族的一切行为无非就是要将浩然天下所有天才后辈斩杀在摇篮，为他们有朝一日进攻浩然天下排除隐患。因此在太平山顶尖战力全部出动后，潜伏在太平山的一头11境妖族剑修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直接就现身出现在钟馗身前。这名潜伏的妖族乃是一头白猿，他在太平山担任供奉已经潜伏了3000年之久，太平山镇压妖魔的警域便是由他悄悄打开的。只是此次大乱提前得到消息的他早早的就去闭关去了，以此提前把自己置身事外，所以他才没有引起太平山道士的怀疑。并且这头白猿在太平山潜伏的期间，其实早早就可以入12境了，只是他处心积虑一直没有去突破。而在白猿现身之时，没有顾虑的他已经破进入了仙人境。在他带着杀意出现在钟馗身前时，钟馗立刻明白了，他就是太平山之乱的始作俑者。面对一位12境的剑修大妖，元婴境的钟馗纵然拿出了陈平安赠送的青色符纸对抗，仍是无济于事。而就在白猿要对钟馗下死手时，他突然感受了一位强者正在向他赶来，于是白猿果断出手斩杀了钟馗。但为了给他自己争取一线逃跑的生机，白猿并没有彻底打碎钟馗的元神。然后白猿打开了镇魔井的封印后，便开始急速远遁。可没等警域中的妖魔邪祟冲出警域，太平山祖师爷就带着黄庭回归。这位12境的祖师看着钟馗的尸体，满脸悲愤和愧疚。他先是出手帮助钟馗凝聚仅剩的魂魄，然后又分出神魂前去拦截那位正在远遁的白猿。太平山祖师爷在宗门至强法宝的加持下，本可以留下那头大妖，
可为保留实力为钟馗求的一线生机，太平山祖师只得无奈放任重伤的白猿离去。神魂回归的祖师使出全力试图拧转乾坤，最终他终于帮着钟馗收集凝聚出了一道飘摇不定的阴魂。而在一人一魂的旁边，还有祖师带回来女冠黄庭。黄庭看着这一幕幕，他发誓一定要杀掉这位背叛宗门的大妖白猿，因为那头白猿曾是他的恩师之一。如今他却祸乱了整座太平山，所以此时黄庭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他一定要亲手杀掉那头白猿。再问他一句，背叛太平山可曾后悔？黄庭决定后，便向祖师请辞，立即下山追寻白猿而去。接着，太平山之巅霎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漩涡中隐约有一尊头顶帝王冠冕的巨大身形，冷冷俯瞰太平山，要带走钟馗残余的魂魄。太平山祖师见此，直接唤出一道金色法相，将这道漩涡给打碎了，故而使得钟馗的魂魄被留在了人间。只是老道士的金身法相在打碎漩涡时，也随之崩塌而碎，代价之大无法想象。太平山祖师以自己12境跌落11境的代价，强行留下了钟馗的魂魄，这是那头逃跑的白猿没有想到的。而在太平山祖师打碎漩涡后，从那座漩涡消散的地方飘摇出一件鲜红官袍，披在了钟馗的身上，并且钟馗从陈平安手中借来的小雪锥也变成了判官笔的模样。与此同时，本要冲出警域的妖魔邪祟见到钟馗这副模样后，立即全部退回。钟馗不由想起了那句谶语：钟馗下山之前，世间万鬼无忌。于是钟馗拿着笔对着镇压妖魔的警域大喝：只管磕头。下一刻，警域之中便响起了无数的磕头声响。老道士看着这一幕，抚须而笑。从仙人境跌回玉仆境，看来没白白跌进。钟馗也是有所明悟，原来自己如今的形态才能真正做到万鬼无忌。不成想白猿的无心之举，反而让钟馗更加厉害。赔钱的武道天赋有多高呢？钟馗被妖族12境大妖白猿击杀，可没想到死后灵魂状态的钟馗对鬼修妖邪的压制更加强了。因为钟馗的神魂意外和陈平安相借的小雪锥融合到了一起，于是钟馗第一时间让太平山祖师带着他找到了陈平安。钟馗对陈平安讲述了自己的境遇，并且他还特别不好意思地告诉陈平安，如今小雪锥已与他的阴魂融为一体，已经没办法归还了。伤心的陈平安则是告诉钟馗，小雪锥既然是借，那就借给他1万年。陈平安的回答是在告诉钟馗，不管他如今是人是鬼，都是他陈平安的好朋友。钟馗有些感动，立即笑着对陈平安说：同叶州鬼物钟馗，我有个朋友姓陈，名平安。陈平安则是用同样的话语回答钟馗：保平州剑客陈平安，我认识一位正人君子叫钟馗。送钟馗前来的太平山祖师见到这一幕十分欣慰，由于他委实欣赏陈平安与钟馗的万年之约，所以这位老祖出于好心，便想借一把好剑给自称是剑客的陈平安。只是如今不缺剑的陈平安婉拒了老道人的好意，而因为钟馗如今的神魂还不够稳定，不能在人间待太长时间，所以在两人交代完毕后，太平山祖师就带着钟馗离去。这一次，太平山祖师带着钟馗前来见陈平安时，本使用神通隔绝了其他人，可唯独没有瞒过眼韩日月的赔钱，因此他们的相见全被赔钱给看见了。于是，在钟馗2人离去后，赔钱便跑来假意要安慰失落的陈平安。陈平安让赔钱回去睡觉，赔钱不肯，于是陈平安便自顾练起了拳。赔钱在一旁观看，没多久就犯起了困，结果一个不小心下巴磕在了窗台上，顿时给赔钱疼得眼泪哗哗的往下掉。陈平安动身将赔钱扶起的时候，不自觉的就想起了李宝平。陈平安就对赔钱说，有个跟他差不多的小姑娘，也是这么毛毛躁躁的，不过她比赔钱更吃得住头。这一次磕碰若是换成是他，这会儿肯定只会在笑，说不定还要反过来安慰他。陈平安别担心。不过说完后，陈平安又补充了一句，每个人各有各的性子，他让赔钱不用刻意学他。赔钱有些好奇，就问陈平安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还问陈平安是不是很喜欢他。陈平安点点头，说出了那个小女孩叫李宝平，喜欢穿大红棉袄，还喜欢喊他小师叔。赔钱一听陈平安心中还有一个跟他年龄差不多比他重要的小女孩，他心里很是失落。陈平安没有发现，他只是询问赔钱刚刚有没有偷学他的拳法。赔钱摇头，并随手在陈平安面前打了一套他自创的封魔拳法。陈平安看完反而神色凝重，因为赔钱的拳法中竟夹杂着偶花福地数位宗师和他的一些个零散招式。更让陈平安觉得可怕的是，赔钱根本就没想过要偷学这些招式，他就只是看了一眼就直接会了。这武道天赋着实可怕，赔钱的天赋几乎都能比肩宁瑶了。为了赔钱能有更好的明天，陈平安知道他只得尽快引导赔钱向善，不然若是让他习武，必定后患无穷。接着陈平安就询问赔钱，如果以后练武有了出息，觉得有人欺负了他会怎么做？而且陈平安还让赔钱必须说实话，赔钱也不隐瞒，他说将对方一拳打死拉倒。陈平安又笑着问，那如果其实错的是你呢？赔钱理直气壮道，我每天都待在你身边，哪里会犯错？这回答让陈平安一时间哭笑不得。最后陈平安问赔钱，如果有一天他练武超过了他，陈平安会怎么样？赔钱却是嫌弃练拳累，也就不会有这么一天。陈平安无奈只能告诫他，过了年你赔钱就11岁了。陈平安让他要多读些书，多学一些道理。赔钱听着这些话语很是开心。陈平安记得他的年岁，这世界上终于有人真正关心他赔钱了。
而在家乡，陈平安小的时候他从没有读过书，那时候齐先生就跟他说，道理全在书上，做人在书外，所以才有了如今的陈平安。最后陈平安自言自语，他说他希望世间每个人在年少时都可以遇到一位齐先生，他陈平安可不就是赔钱的齐先生吗？陈平安在桐叶州竟遇到了一位风华绝代的女子告白，由于赔钱在陈平安面前展示了无双的武道天赋，陈平安知道了对于教导赔钱之事刻不容缓。而在陈平安与钟馗定下万年之约，还有与赔钱讲道理的时候，远在中土神州的文胜运用神通正和岁山正神观看着陈平安的一言一行。纵然是文胜看完了陈平安的做法和讲出的道理后，也忍不住一拍大腿说了句大善，并且文胜还不免向一旁的岁山大神炫耀他收了一个好关门弟子。观看整个过程的岁山大神对陈平安当然也很是认可，但岁山大神有一事不理解，文胜既然这么关心他这位关门弟子，那么为什么不给他安排一位护道人呢？就让他这么随意的四处游历，如果发生钟馗那样的事情，岂不是会损失这么一位优秀弟子？对此文胜的回答则是说，诸子百家，唯有儒家不刻意讲究什么护道人，书院就是世间读书人的最大护道人，浩然天下3大学宫72座书院都有这样死在成圣之前的君子。文胜觉得这一些正人君子便是浩然天下的脊梁骨，可以顶天立地。岁山大神明悟。而陈平安这边在送走了钟馗和太平山老天君后的第2天，有一位自称是太平山的年轻道士找到了陈平安。年轻道士说，此行前来是受祖师法旨，前来给陈平安送一枚太平山嫡传弟子才能佩戴的身份玉佩。有了这枚玉牌，就相当于有了整座太平山撑腰，这样陈平安在离开桐叶州之前就可以减少很多麻烦。年轻道士送出玉牌后，还特意嘱咐让陈平安一定要将它佩戴，说这是他们太平山的一片心意。交代完毕后，年轻道士也就离开了。陈平安对此感慨万分，他只觉得太平山此举用心良苦，可殊不知这位年轻道士并不是太平山之人，他其实是蛰伏在桐叶州的妖族首领。此次桐叶州大乱便是由他一手策划，只不过这一场预谋已久的大计被人意外撞破，导致他手下的2员大将现在被追杀，他也就必须要尽快离开这座天下。只是临走前，他看上了陈平安身上的养剑壶，现在对陈平安出手，既能除掉一位武道天才，也能夺宝2全其美。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他便要借刀杀人。因为陈平安身上有东海老道人赠予遮蔽天机的油纸伞，为了能时刻获取陈平安的位置信息，这位大妖便借机给陈平安送来了太平山玉牌，以此通过玉牌来锁定陈平安。而这位大妖所赠予的玉牌也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太平山嫡传弟子玉牌。因为这位大妖在桐叶州蛰伏的前一个身份便是太平山修士，也就是为大义陨落在飞鹰堡的那位元婴修士。当初他陨落在飞鹰堡，既是为了金蝉脱壳，也是为斩杀黄庭所设之局。说来他当初留下的停血刀还被陈平安得到，现在交给了卢白象暂时使用保管。这一切事情陈平安自然不知道。陈平安将玉牌佩戴好，继续和姚家一行人出发。这一次没过多久，姚家终于到达了此次所行的目的地，陈平安也就要和他们告别了。临别前，陈平安刻了一幅画送给了姚家，而姚家那位倾国倾城的美女姚静之，通过这一路和陈平安的相处，她却是爱上了陈平安，所以将要分别时，姚静之大胆地向陈平安表达了爱慕之意。陈平安则是告诉姚静之，他如今已经有喜欢的姑娘了，眼里再也容不下其他女子了。姚静之这位绝世佳人就这么告白失败了。陈平安对此毫不在意，他回答后只是笑望向了远方的月色，他眼神温柔，似乎在望着一位姑娘，再也容不下人间多余美色。他喜欢的那位姑娘既是他心头的朱砂痣，也是明月光。而之后大妖又将如何对陈平安出手呢？陈平安在桐叶州遭遇5000铁骑的围杀，又是怎么回事呢？陈平安拒绝了姚静之的告白后，正式与姚家队伍告别。分别时，嘴甜的裴钱还获得了姚静之赠送的一件宝盒，里面装满了琳琅满目的物件，所以高兴的裴钱还在陈平安面前说了很多姚静之的好话。陈平安当然不会听信裴钱的话语，在离开了姚家队伍后，陈平安便带着一行人继续北上，前往仙家渡口。陈平安毕竟得罪过大权王朝的皇子权贵，所以没了姚家的身份掩护，陈平安为了减少麻烦，北上的时候就特意走山路，绕开了大权边军管辖的地界。按道理来说，有东海老道人遮蔽天机的油纸伞掩护，加上他们刻意选择的荒僻路线，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他们的行踪。可陈平安不知道他身上的太平山玉牌被动过手脚，以至于他的行踪一直就处于暴露状态。于是经过几天的路程，陈平安一行人也发现了有人在跟踪他们，但他们并没有打草惊蛇，只是照常赶路。直到陈平安一行人来到一处深山的破庙中，跟踪之人终于现身，来者是大权王朝的大皇子。他率领了5000铁骑和众多高手包围陈平安后，直接对陈平安说出了一番带有浓浓杀意的话语：有人想要你肩上的这颗脑袋，有人要你交出必有府的东西，有人要你腰间的酒葫芦。于是一场大战在所难免。而当初藕花福地4人组离开藕花福地时，东海老道人曾给他们每个人都说了一句秘密，魏县所得到的秘密就是他们4人只要有金铜钱消耗就可以无限复活。
猪脸得到的是他们每死去一次复活后武道上限就会相应减少一个境界。在开战前，魏宪也是说出了自己得到的信息，但猪脸却未坦言。于是，在大战爆发后，藕花福地4人组投入战斗，除了猪脸，其余3人皆是以命换命的打法。这样一来，面对4位可以复活的6境巅峰武夫，5000铁骑和众多高手根本不是对手。大皇子见此却没有半点惊慌之意，因为他之所以敢对陈平安出手，乃是受到一位书院君子的授意。这位君子名叫王琦，他和钟馗同样是来自大福书院，只是王琦进入金丹后一直止步不前。如今他年岁已高，大限将至，王琦不甘就此消散世间，为了追求长生迈入元婴，王琦在大妖的引诱下误入歧途。他先是盯上了埋河水神娘娘府邸的仙人法诀，不能对水神出水的他便让埋河水妖帮他抢夺这份至宝。所以埋河水妖就算作恶多年，也仍是在埋河自在逍遥，只有水神娘娘一人与他抗衡。如今这部仙人法诀被水神娘娘赠给了陈平安，所以王琦不惜违背良知，主持了这一场围杀之举。事后他将帮大皇子登基称帝。至于对陈平安一行人出手，王琦也早早编制好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解释，到时候大福书院问责，他便说是为了抓捕一个假冒太平山嫡传弟子的邪门歪道，甚至还可以往陈平安头上泼更多的脏水，比如说怀疑陈平安这个外乡人是从太平山景域逃逸，换了身份相貌的妖魔剧本，这才必须请出北境5000甲围困此山。此时王琦自然也在远处观看着这场大战，而在他这位书院君子旁边还站着从埋河逃跑的那头河妖。河妖和王琦现在有着同一个主人，那就是妖族蛰伏在桐叶州的大妖首领。他们2人，一个是为了陈平安手中的仙人法诀，河妖则是为了帮主人拿取养剑壶，顺便还要找到陈平安身上那件遮蔽天机的宝贝。有了宝物加持，妖族首领才能更好的隐蔽不被发现。而在他们出现后不久，身在地底的莲花小人发现了他们的存在，莲花小人就跑去告诉陈平安，远处有2个很厉害的家伙在那边观战，以至于他都不敢太过靠近他们。陈平安心里一琢磨，大权皇子还有远处的厉害人物，在知道他有太平山玉牌的情况下，还敢公然对他出手，所以陈平安当即判断玉牌有问题。在处理好玉牌后，观战的河妖见5000铁骑不是对手，率先对陈平安发难。可第8境的河妖根本不是陈平安的对手，打斗过后直接就被陈平安镇杀，王琦也由此避战。这场大战就此落下帷幕。大战过后，猪脸说出了自己知道的秘密，也就是每个人复活后的代价。他们4人每死一次，未来的武道成就就会跌落1境。而在这场大战中复活了2次的随右便知道真相后，道心差点崩碎。随右便本就是4人中对武道巅峰追求执念最高的那个人，如今战死2次，说明他未来不管如何努力，他的境界也只会在第9境止步。所以给随右便气得都想杀了猪脸。好在陈平安给随右便指明还有另一条炼气士的大道，随右便这才安心下来。而与此同时，谋划成空的妖族首领又能否安然逃离浩然天下呢？当搅乱桐叶州的12境大妖碰到剑术最高的左右后，会发生什么事呢？在陈平安震退误入歧途的大福书院君子王琦时，伏击宗那位最先被发现的大妖正疯狂地往西海逃窜，在大妖身后还有3位桐叶州的大修士正对大妖紧追不舍，分别是太平山掌门宋毛、桐叶宗戒律堂祖师爷，还有玉龟宗的掌门江上真。江上真也就是之前进入藕花福地游玩的周肥，其中本还有大福书院的山主，可是因为弟子钟馗出了意外，这位山主便提前返回了桐叶州。而与此同时，大妖逃窜的前方有一名大剑仙存在，这位大剑仙正是如今文圣一脉的大弟子，浩然天下剑术第1人的左右。自蛟龙沟左右现身人间与陈平安相见后，不喜欢待在人间的左右随后又离开人间。可现在左右得知了桐叶州有大妖作乱，于是他来到了这座海面上。此时的左右很是心烦意躁，他既不愿意给陈平安当那护道人，可是内心深处又有些担心桐叶州的乱局会殃及那个小气给予所有希望的小师弟，因此实在不愿现身人间的左右便在海上遇见散心。那头大妖在看到左右这位不知深浅的剑修后，不愿横生枝节的他立即识趣的换了逃亡路线。换做以往，左右肯定不会去对他动手，可奈何现在左右心情实在糟糕，于是他就随意一剑向那换了方向的大妖斩了过去。12境大妖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被斩杀。其中那位来自桐叶宗的老祖仗着宗门的强大，就对左右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认为左右就是突然冒出来抢功德的，左右当然也不惯着他，不服那就干了。于是左右再次随手出剑，差点就将这位桐叶宗的老祖给打死了。好在左右不是嗜杀之人，桐叶宗的老祖只是嚣张罪不至死，所以在教训完这位老祖后，左右便让他们3人把大妖的尸体拿走。左右接着本要就此离开这片海域，可他想了想，又询问了3人认不认识一个叫陈平安的年轻人。江上真在藕花福地时可是见过陈平安，于是他当即站出来对左右说出了他对陈平安所了解的一切。当左右得知陈平安在藕花福地成为了天下第1时，他只是点点头说还算凑合。江上真这下算是肯定了他所说的陈平安就是这位大剑仙要找的人，于是他赶紧攀关系对左右说需不需要他帮忙照看一下陈平安。结果左右直接回了句他不配，然后就离开远去。
可没多久，左右又去而复返。返回的左右将大妖的内丹指定给了江上真。江上真明白这位大剑仙是让他把内丹带给陈平安。做完这件事情后，左右才真正离去。另一方面，同叶州蛰伏的妖族首领在给陈平安送去了太平山玉牌后，他便独自找到了那头受伤隐藏起来的大妖白猿。通过两位大妖的对话，原来这位同叶州的妖族首领之所以会盯上陈平安的养剑火，完全是因为陈平安这位不知根脚的家伙，竟然接连3次出现在了他所谋划的大局之中，也就是飞鹰堡、碧幽府还有大泉边陲客栈胡儿镇，这3方地界都是这位大妖的布局，所以他才会盯上陈平安。而就当这位大妖对此疑惑不解的时候，东海老道人突然在他身前出现，大妖当即就以为陈平安是东海老道人的人。面对东海老道人这位大佬，大妖赶紧向他道歉，说早知如此，他肯定不会对陈平安出手。老道人也没有急忙回答，他只是对那头白猿大妖生出了兴趣，于是他直接一挥手就将白猿给送入了藕花福地。东海老道人对人间事可没有什么兴趣，他可不管什么妖族的阴谋。将白猿送入藕花福地后，东海老道人告诉大妖，他早就已经发现了他的存在，并且他也已经给了他一次机会斩杀陈平安。可大妖却没有直接对陈平安动手，而仅仅只是指使手下前去办事。如今陈平安已经安全度过了大妖设的陷阱，所以东海老道人对大妖很是失望，还说大妖因此错过了一桩天大的机缘。因为当初陈清都将自己的佩剑长气剑借给陈平安，其实为的是将某些因果转嫁到陈平安的肩上。如果大妖要是杀了他，他与蛮荒天下有大功德，而到那时他东海老道人也可以趁机将陈平安收入道观之中，一世一世进行官道，这样既可以气死与他不对付的老秀才，也可以让自己蒲团的位置抬高一大步。大妖听到这个消息后心头大震，这位大妖当初为了成功越过那堵剑气长城，只能够以一魂四魄让人藏起，才可以离开蛮荒天下走入那座道玄山，最后来到这座同叶州，从而为妖族入侵浩然天下布局阴谋。东海老道人前来收官，他眼睁睁地看着，却没有从一开始就阻止，而他只是为了想让浩然天下知道，妖族不可小觑，大家不会一直都在太平日子里面度过。所以东海老道人告诉了大妖这些事情后，就此离去。同叶州这场危机也到此结束。陈平安那边又能否顺利进入仙家渡口？陈平安长生桥是在什么时候彻底重建完成的？在陈平安镇杀了第8境河妖吓跑其心可诛的君子王旗后，他们一行人北上前往仙家渡口，终于再无波澜。虽然叛经离道的君子王旗没有直接对他出手，但陈平安心中还是有一个打算，必须要让钟馗和书院知晓王旗勾结妖族一事。所以陈平安就打算到了仙家渡口后，就以飞剑传讯告诉给他们。在经过几天的路程，陈平安一行人终于临近了目的地，名为天阙峰的仙家渡口。而在进入天阙峰地界前，便有一座石拱桥。陈平安走上桥后，他知道自己即将就要离开同叶州了，于是他不免想起了在同叶州所有的经历。陈平安想着想着，就这么闭上了双眼。接着他又想起了当初剑妈带他看到了那座金色长桥，陈平安就这么闭着眼睛，从脚底下这座不起眼的石拱桥一端大步走向另外一端。而当陈平安走下石拱桥的时候，他自身的长生桥彻底完成稳固，因此陈平安发现自己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被这座天地接纳。至此，陈平安终于可以开始走向炼气师的大道。与此同时，在天阙峰山顶，江上真带着12境大妖的内丹已经等候陈平安多时。自江上真拿到左右给的妖丹后，回到宗门的他就开始集中们之力寻找陈平安的踪迹。本来有着东海老道人的油纸伞遮蔽天机，江上真根本找不到陈平安。可碰巧江上真所在的玉龟宗门弟子有人在大泉王朝修行，陈平安刚刚在大泉王朝对抗5000铁骑，这件事自然被在大泉王朝的玉龟宗弟子得知了。所以江上真这才知道了陈平安的行踪，以至于他早早的就来到了天阙峰等候陈平安。等陈平安一行人赶到山顶的时候，江上真立马跑过来对陈平安自报了家底。为了获得陈平安的好感，他还表示要去把大泉王朝的皇帝抓过来给陈平安出气。陈平安当然给拒绝了。随后江上真这位藕花福地的老熟人就给陈平安讲述了在海上所发生的事情，并且还把那颗12境妖丹拿给了陈平安。听了江上真的讲述，陈平安知道那位大剑仙是左右，所以陈平安收下了这份礼物。而对于陈平安有这么一位大佬保护，江上真对他的身份着实有些好奇，于是他便询问了陈平安师出何门。陈平安严格意义上并没有师傅，他有如今的成就要归功于很多人的教导，所以他也就没有可以说出的师门。虽然江上真没有得知陈平安的背景，但江上真却意外看见了陈平安头戴玉簪上的8个小字：颜面君子，温其如玉。于是江上真大概猜测到了陈平安和文胜一脉的关系。在送陈平安入了仙家渡船后，江上真经过一番深思，他觉着自己不能轻易放过这一次机会。江上真将会对陈平安开始投资。陈平安这边正式启程返回宝平州，另一边剑气长城，老大剑仙陈清都告诉宁瑶，长气剑他本来是准备在将来送给他宁瑶的。送给陈平安虽然对他有好处，但其实坏处更大，那就是陈平安因此要背负一桩大阴谋，正是宁瑶与妖族之间的大阴谋。宁瑶天赋极高，将来会是对抗妖族的第一战力。如今陈平安将为他分担了一半的重任，
也就分担了一半的危险。不过当初陈清都送剑的时候，就将这件事告诉给了陈平安。陈平安知道后，仍是果断地接过了长气剑。陈清都就询问宁瑶怪不怪他多此一举，让陈平安替他担下了风险。但宁瑶并没有因此生气，他只是意气风发，好像在说他宁瑶喜欢的家伙就该是这样。再说同样是这个时间，陆台带着几位弟子进入了藕花福地，并且陆台还找到了陈平安比较看好的曹晴朗。桐叶州之事至此完结，陈平安桐叶州之行彻底结束。而等陈平安回到宝平州后，他将遭遇一场大危机。陈平安在玉龟宗主江上真的相送下，终于启程返回宝平州。此次仙家渡船的目的地正是宝平州的老龙城。在上了仙家渡船后，陈平安第一时间给大福书院写去了书信，告诉他们书院有君子勾结妖族的事情。了结桐叶州的事情后，陈平安又单独找到了随右边，因为当初在破庙大战大全5000铁骑的时候，随右边2次战死，用掉了陈平安2枚金金铜钱。陈平安就告诉随右边，魏县朱脸和卢白象要是花了他的金金铜钱，还与不还待定。但是他随右边花了他的金金铜钱，必须要还。随右边对此就有些不解了，他们4人明明都是从藕花福地的画卷走出来的，凭什么就唯独他必须要偿还金金铜钱呢？陈平安对此则是神色严肃地回答说，他有个喜欢的姑娘，下次等他去找那位姑娘的时候，兴许那位姑娘就要翻看他的家底，陈平安又不会对他心爱的姑娘撒谎，到时候万一对不上账目，还是因为其他女子所花费的，他可不好解释，所以他也就要随右边必须还钱。随右边听到这个解释直接愕然，合着陈平安是来给他喂狗粮的。在交代完毕之后，卢白象也找到陈平安，向他坦白了东海老道人告诉他的那句话，花钱如流水。虽然这句不重要的话是东海老道人对陈平安调侃话语，但却是陈平安如今为之犯愁的事情。陈平安如今长生桥基本稳固，他已经可以吸纳天地灵气，踏入修行大道，所以陈平安就要遵循东海老道人的嘱托，要选择炼化一件5行所属的本命物。一旦他开始炼化本命物，所需天材地宝的数量和价值那真是令人啧舌，品相越高越是无底洞，而本命物的本身的品阶高低也将决定陈平安未来的成就高低。所以陈平安如今还真在为自己没钱的事情感到忧愁。不过愁归愁，陈平安最终一番思索下来，决定要先炼化5行之水，毕竟炼化水属性的本命物会相对简单和安全一点。而且陈平安手中正好有一件品阶极高的水属性宝物，正是齐静春所赠送的水字印。而陈平安之所以选择水字印，除了水字印的品阶高外，其实陈平安也是存有私心的。当初齐先生赠送的可是一对山水印，如今山字印已经被毁，陈平安自然不想再有齐先生赠送的东西被毁，所以如果将水字印炼化为本命物后，就会相对安全不少。如果再想将它毁坏，那就是陈平安生死存亡时刻了。不过炼化本命物还需要一支炼物的丹鼎，这又是一桩天大的麻烦，购买不易，得去找肯卖的仙家，然后找到了再挑选好的，又需要不少钱。为了请出画卷4人，陈平安身上最昂贵的谷雨钱已经全部花完，如今陈平安身上还真没几个钱了。陈平安是越想越愁，可陈平安不知道的是，丹炉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因为陈平安这一次所乘坐的这艘仙家渡船的拥有者陆庸，就是一位元婴炼丹高手，并且接着陆庸在江上真的安排下找到了陈平安，他要以低价卖给陈平安一些品级极高的丹药。陈平安和陆庸并不熟悉，事出反常必有妖，所以陈平安猜到了陆庸是受江上真的指引，因此陈平安没有买下丹药，陆庸自然比较乐意。这些丹药要是真被陈平安买去，他可就亏大了。结果哪能想到江上真竟也偷偷溜上了这艘仙家渡船，因此陆庸的一切行为都被江上真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在陆庸离开陈平安住处后，他直接就被江上真捉住暴打了一顿。被暴打过后的陆庸再次找到了陈平安，这一次他什么话语都没有多说，只是拿出了几只装着丹药的小瓷瓶，直接塞给了陈平安。不等陈平安拒绝，陆庸便告诉陈平安，若是今天他陈平安不收下，那么恳请陈平安下次路过天阙峰时记得给他上3炷香。说完之后，陆庸直接消失不见。陆庸的这一番操作，陈平安再傻也猜到了江上真也在渡船上，于是陈平安大喝让江上真出来一见。然而江上真只是出现与陈平安打了招呼，直接就御剑离去。面对陆庸这位炼丹大师，陈平安自知买丹炉机会机不可失，所以之后陈平安又厚着脸皮找陆庸买了一只丹炉。丹炉所需要50枚谷雨钱，陈平安如今没有了谷雨钱，他就想着到达老龙城后找郑大风先借钱买下。陆庸直接同意，他留下丹炉的同时还附带赠送了一本炼丹秘籍。陈平安知道陆庸完全是看在江上真的面子上才会如此行事，于是陈平安当即飞剑传信送给了江上真，说他一大一小欠了2份人情，之后自然会还的。江上真成功让陈平安欠下了人情，很是高兴，所以他也没有亏待陆庸的宗派。这2座宗门从此有了丹药的生意往来。陈平安买下丹炉后不久，仙家渡船成功到达了老龙城，陈平安终于回到了宝平州老龙城。只是回归的陈平安并不知道，如今的老龙城危机四伏，一切之事皆与郑大风息息相关。郑大风为了店铺中的一位普通女子对抗老龙城所有修士，他到底有多猛呢？
自当初陈平安离开老龙城去往到玄山不久，老龙城就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老龙城本来由5大家族相互制衡，按照实力排行，他们分别是福孙方后丁5大势力，排名第1的福家更是强大到能一挑4的存在。不过福家却也一直没有展露出想独霸老龙城的想法，只因为他们若是出手，所付出的代价也必将极大，所以老龙城5大家族也算是相处的比较和谐。只是在当初陈平安离开老龙城之后那段时间，老龙城发生了2件大事，彻底颠覆了原本的格局。第一是福家少主福南华迎娶了豪门大族江氏嫡女为妻，而这位嫡女嫁过来时所带的嫁妆也超乎想象，她不仅带了一位元婴剑修，更是还有一头上古遗种金丹境界战力堪比元婴的幼小蛟龙作为嫁妆带入福家。如此一来，有了江家带来的嫁妆，还有依附于福家实力仅次于5大家族的范家相助，福家就有了彻彻底底一统老龙城的底蕴。于是福家便有了吞并老龙城的想法，其他4大家族也由此联盟一起对抗福家。老龙城正式陷入了阴谋争斗的漩涡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下，便发生了第2件大事。这件事则是与从离珠洞天走出来的郑大风有关。事情的起因是在郑大风药铺打杂的一位普通小姑娘被人强行掳走，给糟蹋死了。事情一出，与郑大风相熟的范家立即将这件事告诉给了郑大风，范家则是猜到这可能是一场阴谋，他们很不希望郑大风为此去出头，不然很可能会导致老龙城提前大乱。而郑大风听到这个消息时也好像没当回事，范家就以为郑大风这位9进5夫根本不会去在意一个普通女子的死活，这件事对范家来说就此了结。不过郑大风只是明面上对此事漠不关心，而在他心中却满是怒火。所以在范家人走后，郑大风立即让杨老头派来的阴神去查明了真相。原来祸害那位姑娘的凶手是5大家族之一方家的一位嫡系子孙，并且阴神还查到了这件事背后是福家大公子福东海一手谋划，为的就是逼迫郑大风这位9进5夫出手帮他们打前阵。只是福东海万万没有想到郑大风身边有一尊阴神的存在，会找出他这位隐藏极好的幕后主使。而知道这件事情的整个真相后，郑大风直接硬闯了那位罪魁祸首的方家。方家最厉害的只有一位第9进的金丹剑修，哪怕这位金丹剑修使出全力祭出了本命飞剑，却仍是被郑大风一拳打败。不过郑大风打入方家后，并没有当场直接杀掉那位纨绔子弟，毕竟直接杀死他可不解恨。郑大风只是撂下一句话就离去了，他说他将会让凶手生不如死，然后他便跑去了福家，要找这件事幕后主使福东海的麻烦。福家可不是方家可比的，面对郑大风这位来势汹汹要找麻烦之人，福家先是请出了被誉为老龙城金丹第1人的剑修对抗郑大风，可这位剑修仍是被郑大风一拳打退，2拳直接重伤。然而不曾想，这位剑修经过这一战竟然因祸得福，顺利跻身了元婴境，可还是被郑大风第3拳撂倒。福家当时在老龙城正值如日中天，丢了这么大一个面子，岂能罢休？于是福家的一位元婴老祖带着一件半仙兵兵器出场。这位元婴老祖在自家占据天时地利，郑大风不敌，被打成重伤。然后福家为了服众，便与郑大风定下了一场半年之约，到时双方在老龙城登龙台交手。而在这期间，4家结盟的孙家竟被性弃义临阵倒戈投到了福家麾下。不过剩余的方后丁3家根本不慌，因为丁家成功请来了外援。5大家族之一的丁家本没有实力和福家对抗，但是丁家的一位后辈子女意外和同业宗中兴老祖的嫡长孙结了缘。同业宗可是同业州第1门派，他们宗门的老祖乃是一位飞升境大佬，而这位同业州嫡系子弟名叫杜衍。这次丁家危机，杜衍看在妻子的情分上，便带着一位玉仆境修士来到了老龙城帮助丁家，并且杜衍来到老龙城后还找到了郑大风。杜衍搬出身份让郑大风放过方家的那位罪魁祸首，因为杜衍当初遮掩身份来到老龙城，恰巧揭示了这位方家子弟，所以他想让郑大风卖他一个面子，放过这个人。只要郑大风答应，他便许诺同业宗会站在灰尘药铺这边帮助他对抗福家。只是郑大风认定的事情根本不可能会改变，一如他前世身为天门守门将一般，在人族修士攻入天庭的时候，4座天门守门将只有他誓死抵抗，最终战死。所以面对杜衍的要求，郑大风果断拒绝。为此，杜衍身边的玉仆境修士悍然出手，将郑大风打伤。郑大风继福家风波后再受重伤，于是福家为了公平公正，便将这次约战的时间延后到了年末，扬言登龙台一战，直到分出生死。等陈平安带着裴乾和藕花福地4人组回到老龙城的时候，离郑大风大战的期限已经没几天时间了。陈平安回到老龙城后，本想先去好朋友范二家做客，可是前来迎接的范二将这些事情全都告诉给了陈平安，于是陈平安当即决定前往灰尘药铺。那么面对郑大风的这一次危机，陈平安又将做出怎样的应对之策呢？当藕花福地4人组在知道陈平安的家乡满地大佬后，他们又会有多震惊呢？陈平安回到老龙城，从范二口中得知了郑大风身受重伤后，他立即就带着裴乾和朱脸一行人去往了灰尘药铺。
然而即将就会有一场生死大战的郑大风此时依旧风轻云淡。他见到前来的陈平安后，只是啧啧笑道：“稀客稀客。”陈平安看着郑大风还是从前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他也就没有开门见山地询问郑大风如今伤势的具体情况。陈平安开口就让郑大风借他几十颗谷雨钱，借了他就留在药铺当伙计。陈平安此举其实就是为了留在药铺帮助郑大风，当然借了谷雨钱还了在陆庸那买丹炉的钱是更好的。郑大风当然也知道陈平安是想留下帮助他，可是他即将要面对的将会是一场硬仗，就算是他郑大风也可能会在灯笼台生死道消，所以郑大风果断拒绝了陈平安，让他别掺和。可陈平安却是直接让朱脸一行人进入药铺找空房间住下，以此果决地表态他要和郑大风一起面对这件事。郑大风眼见陈平安是铁了心要留下，他也就和陈平安讲起了这件事其他人不知道的内容。原来郑大风之所以愿意豁出性命要帮那位女子报仇，其实是因为郑大风当初破开第9境时有这位女子的一半功劳。当初郑大风死活破不开第9境瓶颈，他在药铺无聊就从那位女子那偷来了一本书，名叫《京城篇》。正是因为在京城篇和陈平安传道人共同的相助下，郑大风才得以成功迈入第9境。之后郑大风偷书的事情给他发现了，他就只好说是暂借。可是后来这本书不小心让郑大风给震碎了，郑大风就想着重新买一本还给他，然而现在已经没有机会还了。而在郑大风讲完时，他药铺的阴神也出现了，并且阴神也告诉了陈平安一件郑大风不愿讲出的内容。在那位姑娘死后，他帮着那位姑娘聚了魂魄，当时那姑娘却是直接对着郑大风表了白。她说她心中喜欢郑大风，如今她这辈子脏了身子就不敢想了，还说如果下辈子还有机会能遇见郑大风，她还是喜欢他，只是她希望他到时候胆子要更大一些。陈平安听了后只是自顾自地说道：“人间小不平花钱买酒可以消之，人间大不平他还有一剑与一拳。”说完后，陈平安当即拿出了元婴修士陆庸所赠送的丹药给郑大风疗伤。如今陈平安和他郑大风也算一条船上的人了，郑大风坦然收下。接着两人继续聊着关于这场大战牵扯的全部人物，其中郑大风还说明了杨老头看中的范俊茂不会帮助他。陈平安对这件事有了全面的认知后，他这才发现他还没将郑大风介绍给藕花福地4人组认识。于是陈平安当即略有歉意地向朱脸4人介绍了郑大风，说出了郑大风是他老乡，如今是9境武夫，在家乡是个看大门的，并且陈平安还顺便说出了郑大风的师兄是10境武夫。之后陈平安和郑大风聊天的时候还讲起了剑仙曹溪和天君谢氏，这些人物全都是他们家乡小镇出生的。听到这些消息可直接把藕花福地4人组给惊呆了，以至于他们4人心中都有同一个疑问：陈平安这小子的家乡是不是有点太邪乎了？一个看门的就是9境武夫，然后他还有个10境武夫的师兄，那什么泥坪巷就有个名叫曹溪的剑仙，稍远还有位道家天君，如今有外人存在。朱脸等人也是尽量让自己的神色自若，争取不露出惊讶的神情。而在陈平安介绍完毕后，裴钱也是自顾介绍起了自己。裴钱则是说他是一位落难民间的公主殿下，陈平安是他的师傅，还说他如今可是陈平安这一派的开山大弟子。对于古灵精怪的裴钱，郑大风还是比较喜欢这位小丫头的。今后两人在相处的这段时间也是时常斗嘴。陈平安一行人成功留在了灰尘药铺，而接下来陈平安为了提升实力，将真正迈入炼气士大道。